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4年12月7号星期六。今天想要来分享德伟的原厂电池保护板会不会锁板。这一颗我印象中应该是原厂德伟的保护板。那我之前换好以后，它是不能够充电的。那我现在先将这一颗好的电池进行充电，充电器目前是好的，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拿这一颗换过的，插上去它是没有反应的。这一颗应该也是原厂的保护板，那目前也是没有反应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换这2颗的电池，换好以后，我们来看看原厂的保护板会不会锁板。因为我之前有问到一个破解木田电池的频道主，我有询问他德伟的有没有办法破解，他的回复是跟我说德伟的好像是不会锁板，所以我今天才会做这样的测试。这个外壳已经坏掉了啦，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拆掉。这个我也把它拆掉。这个也是原厂的保护板，那我之前有自己更换过电池，这个就是原厂的电池，先把它拿下来。原厂的电池盒有一个缺点，它很容易脆化，很容易坏掉，像这样子。那我们这一组原厂的，我们一样先来量测一下它的内阻以及电压。现在充电器已经没有反应了，这一组电池已经量不到内阻了，所以应该是故障了。这一颗也是。那这一组电池已经没有用了，3颗电池都量不到内阻了。那这一个我之前换的，我们量一下，这个也是，这一个还量得到内阻，但是它已经完全没有电压了。之前我换这一颗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这些仪器以及平衡充电器。那我今天就是找3颗配对好的电池，然后换上去。那我们再平衡充电一下，然后充电完以后，我们再把它装到充电器，看能不能够正常充电。如果可以，那就代表它不会锁板；那如果不行，就代表它会锁板。具体的猜想是这样子的。那至于德伟原厂的保护板会不会锁板，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能够很确定，所以特别做这个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参考看看。如果知道的人，说不定我们可以做一个讨论这样子。接下来我就找3个电池，然后把它换上去。换上去我一样会先用焊接的就好，因为如果用点焊的，到时候又不能用的话，那就白做了。经过配对，这3颗电池的内阻最接近，一颗是 20.88 毫欧，这一颗是 19.55， 这一颗是 20.72。容量的部分，这一颗是大概1500，这一颗1600，所以我们就是取一个平均啊。排列的部分，我们就是用内阻最小的排到最大，最小的就这样子排列。我们这样子做排列，正负极的部分，我们就是将最小的放在总负极，那最大的放在总正极，就这样子。那我先把它焊接上去。那我这边已经换上去了，那我还是建议你在正极这边需要加上一层轻科纸，不管你是点焊还是用烙铁的。换好以后，你量一下电压，现在的电压是量得到的，12.4左右。接下来我们就是尝试充电看看，因为你不能充电的话也没有用。接下来我们给它尝试充电看看。它一装上去以后就马上熄灯了。这样子，我就马上熄掉了。目前这样子测试起来，原厂的保护板还是会锁板的。那我这边目前想得到的方法，也只有将它做一次平衡充，所以我先把线接上去了。接下来我们来平衡充一下。那我们先将正负极接上去，接上去以后侦测到电压，然后我们再将分压线接上去。这个顺序蛮重要的哦，你一定要先接总电源，然后再接分压线，然后拆的时候一样要先拆分压线，再拆总电源。那我们看一下，那目前3颗的电池接近啊，但我们还是给它做平衡充。它会自动侦测到3颗电池，我们充电的电流尽量设置为2安培就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它进行平衡充，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它侦测出来的内阻。那我们这边已经平衡充电完成了，不晓得为什么内阻没有显示出来。电压的部分都接近，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尝试充电看看。平衡充完以后，我们要拔的话，一定要先拔分压线，分压线拔完以后再拔总电源。接下来我们充电看看，还是不行，它还是闪一下就灭灯了。那我们的电池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所以理论上电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充电就是没有办法充。那我这边原厂的电池，我这边尝试给它搭一组12伏的电池组，它竟然可以充电，而且充饱了。刚才我们量这些电池，它是已经量不到内组了，所以现在又可以充电充饱，所以我尝试再将这3颗电池换上去。换上去以后，我们再把电池组拆掉，那看能不能够充电。那如果可以的话，以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下去做维修。那我先尝试把它换过去。那我这边已经将电池拆起来了。那我们在拆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接电作业，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去接触到。接下来我们一样用这一组电池，我们把它接上去。那我一样是用焊锡的。因为我们这个是2手的电池，那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常常的拆卸，所以用点焊的在拆卸上会比较麻烦。那另外一点就是它原厂的镍片，它的厚度比较厚，那我这边最大只能焊到 0.2， 这个应该也是 0.2 啦，但是因为我之前的焊机在焊，我觉得有一点点不牢固，所以我这一次还是选择用焊锡的。接下来我们就是按照正负极，然后把它接上去，电池换上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将原先的解焊。那我已经将它断电了，接下来我们就尝试充电看看。充饱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平衡充过了，所以插上充电器以后马上就充饱了。那接下来我们将其他的线解焊，解焊好以后，我们直接将它装上去。那因为原厂的电池壳已经坏掉了，所以我目前还是只能用副厂的这一个电池盒。我们先把它装上去，还好可以装得上去。装好以后，我们稍微测试一下。OK 啊，这样子就可以再继续使用了。接下来，我们先把后面的资料改一下。那我们这边写上更换的日期，然后我用的应该是三洋的电池。那我们一样量测一下这一颗电池做好它的功率是多少。这一颗目前量起来有 12.5 伏，标准电压是 12.6。这一台目前的功率，我们让它跑一下，我下降的速度还蛮快的，因为我们电池的容量也不大啦，差不多了。那我们目前这一颗的功率量起来大概有 8.6A 左右，还不错啦。经过我们之前的测试 8.5 的功率大概应该还有80%新的电量左右。那我现在有要来改装这一台碰焊机，所以我就用我们组装好的这一颗电池，那看使用过程中这一颗电池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是2024年12月13号星期五，经过几天的使用，现在来量一下它的电压。那它的电压剩下大概11伏左右，那11伏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一下能不能充电。那现在可以正常充电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它充饱电。那这样子代表这一颗电池的保护板它没有锁板，这一颗却不能正常使用。那我也是看过好几个师傅他们去维修德伟原厂的电池，我看他们维修的过程都是不会锁板的，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一个保护板应该是故障了，坏掉了，导致它换电池以后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因为这一颗在修复的时候，我还是有接电做修复，但是修复之前我有量它的内阻，它的内阻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能非常肯定的说原厂的保护板到底会不会锁板。不过根据看其他师傅的维修经验，应该是不会锁板。因为我目前原厂的电池也不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拆一颗好的电池来测试给各位观赏。所以我自己在维修的话，我一样会搭电作业，因为这是无法很肯定的事情。所以在维修我自己的电池的话，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搭电作业，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接下来我们等它充饱电，那已经可以正常的充完电了。充完电以后，我们量一下电压，电压目前有 12.1 伏，标准电压是 12.6。虽然电压有一点不理想，但应该还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日后如果有新的电池，我们就可以换新的电池上去做使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底壳换成原厂的，毕竟这边有标签嘛，看起来比较漂亮。如果不能换的话，我们就把标签弄下来，然后贴上去。那我先把电池拆下来。
那因为电池我这边是用焊接的，目前确定可以使用的话，我就保持原样吧。因为12伏的电池，它的使用功率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比较不用担心发热量的问题，所以我就维持这个原样。那等下次有新的电池，我们就把它用点焊的。基本上我还是建议你要用点焊的啦。那我们换一下原厂的电池壳，看能不能够用，看起来应该可以哦，还蛮密合的。OK， 规格还是有一点落差啦，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这样子就换上去了。旧的电池我们就给它保持原样，等下次有收到新的保护板，我们就可以再组一颗起来做使用。经过这一次的测试，就算下次原厂的电池坏掉了，那我就一样搭电作业，更换电池，就可以不用一直买新的，我们一样可以沿用旧的电池盒下去做使用。那我这一篇德伟原厂电池保护板锁板功能测试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